第1177章离开丹界。丹界的出口位于北方地域，与万药山脉有着一段距离。不过好在熊战所寻的这头玄鸟兽速度极快，按照这种速度，1日之内应该便是能够抵达出口。一路而来，萧炎等人也是遇见不少正在急匆匆对着出口赶去的参赛者。后者一些人对于萧炎他们乘坐的这头巨鸟倒是感到极为的艳羡，有了这代步工具，那可是能够省去无数的麻烦。不过可惜，这丹界内的魔兽个个暴力异常，想要将之降服，谈何容易。按照规定，若是在丹界关闭之前尚还未曾抵达出口者，便将会失去继续参赛的资格，只有等到2日之后，方才会有着丹塔的强者进入丹界，将其中逗留之人全部接回来。所以为了能够在最后的时间中赶到出口，如今还遗留在丹界之内的参赛者无不是火急火燎地对着出口迅速赶去。而将近1日的时间也是在赶路中飞速而过。待得翌日天色逐明时，那遥远处的地面上终于是出现了一片由白色巨岩搭建而成的庞大广场，在那广场上还能隐约看见一些芝麻大小的黑影。这里便是丹界出口了吗？远远地望着那片庞大的广场，萧炎心中也是轻松了一口气，还好没有耽搁。惊！玄鸟兽仰天发出一道尖鸣之声，旋即巨翼一震，带起狂风，迅速掠向那片广场。天空上突然出现的这庞然大物，也是令得广场上的一些人影将戒备的目光投射了过来。对于这丹界的魔兽，在场的人这些天都是有着最深刻的了解，因此在见到玄鸟兽那庞大的体积后，也不敢轻易小觑。在下方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下，玄鸟兽盘旋在广场之上，其上3道人影闪掠而下，然后脚掌稳稳地落在了广场之上。随着3人的出现，广场上一道道目光顿时投射而来，旋即眼带惊疑地在紫妍与熊战2人身上扫视着。这2人体积大小太不成比例，很难让人将他们也认作是炼药师。对于这些目光，萧炎3人倒是未曾理会，他目光在广场中扫了扫，旋即顿在了广场最前方的那几道熟悉的身影上。在广场前方位置，一身黑色衣裙，娇躯因为丰满而显得婀娜多姿的曹颖，在萧炎一出现时，美眸便是顿在了他的身上。在见到他并未有什么大碍后，方才轻轻松了一口气。在曹颖一旁，宋清见状，嘴角不由得抽了抽，旋即脸庞上连忙露出一抹残色，低声道：“还好萧炎兄弟没有出什么意外，如此我也能放心了。一儿，当日是那老家伙暗中施展了暗劲，将我强行推走，若非我反应快的话，恐怕那股暗劲就能取我性命。”闻言，曹颖眼波流转，掩嘴轻笑道：“宋师兄不用自责，那种时候留下来也只能送死而已，颖儿怎会怪你？”说着这话时，曹颖脸颊上布满着盈盈笑意，但那美目深处却是掠过淡淡的冰冷以及厌恶之色。不管他平日再如何强势，但在那种生死攸关时，她依旧还是一个脆弱的女人，旁人的许些细小动作都会在其心中留下极深的印象。很显然，这宋清在他心中已是被彻底地印在了黑名单之上。曹颖眼眸深处的情绪，那宋清并未看见，当下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远处的萧炎目光也是在那一颦一笑间透着无尽妖娆的曹颖娇躯上扫过，而后者见到他目光望来，那妩媚动人的脸颊上却是流露出一抹罕见的柔和笑容。萧炎被曹颖这柔和笑容搞得愣了愣，别看这妖女平日里总是笑盈盈的模样，但那笑容中却是透着一种另类的清高与冷淡，类似今日这种笑容，恐怕连那宋清都是未曾享受过。对着曹颖回以一笑，萧炎与他毕竟没什么仇恨，而且此女前途非凡，以后说不定还会成为丹塔的权势人物，关系能好点，那也是极为不错的事。在与曹颖视线交织了一会后，萧炎目光便是迅速转移而开，然后停在了另外一处，当下眼神便是陡然一寒。木谷老人。在萧炎目光所望之处，一名黑衣男子盘膝而坐，赫然便是当日追杀萧炎，最后被熊战震退的木谷老人。萧炎一现身时，那木谷老人便是有所察觉，视线一扫，旋即顿在萧炎身旁体型壮硕的熊战身上，当下眉头便是一皱，鼻子间传出一道冷哼之声：“好运的小子。”萧炎目光阴森地盯着木谷老人，片刻后方才徐徐收回。当日木谷老人身后的那些黑衣人，如今又是消失不见。不过萧炎却是知道，
他们一定是隐藏在众多的炼药师之中。看来这老家伙也是冲着3000焰炎火来的。萧炎手掌轻轻摩挲着手指上的那戒，然后目光转向全场。在这扫视中，他发现在那前方位置居然有着不少一看便知道是那种老一辈的强者。3000焰炎火的吸引力可真大，为了他，这些老一辈的人也算是丢下了面子。萧炎心中一声轻叹，不愧是丹会，想要在这种群雄争霸的局面中脱颖而出，没有点真正的看家本领，恐怕还真是不可能的事。丹家的那位名叫丹晨的少女居然也早早到了，此女也不是等闲之辈啊。萧炎移动的目光突然顿在前方某处，那里当初有过几面之缘的丹晨正闭目养神。对于这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少女，萧炎却是相当重视，以往与她接触倒是察觉不到什么，但如今当其灵魂进入灵境之后，再次看见那丹晨，他方才有些震惊地发现，似乎有着一种奇异的吸力在源源不断地从少女体内涌出。这种吸力并不能吸收斗气，而是专门吸收灵魂。当日萧炎碰触到他所感受到的那种诡异吸力，应该便是因为这东西的缘故。他的体质应该有些特殊，灵魂力量异常强大，但身体却是相当孱弱。萧炎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旋即若有所思，这世间无奇不有，总是会有着一些异于常人的体质，比如小医仙的恶难毒体，或者当年青灵的那种奇异眼瞳，都不是省油的灯啊。萧炎轻轻摇头，他能够预料到这一次丹会的争夺将会前所未有的激烈。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到这片广场上的参赛者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数来到这里的人皆不是什么弱者。不过想想也是，能够在丹界这般激烈的竞争地中坚持到现在，怎会没点本事？在等待之间，萧炎的目光也是望向广场中心处，那里的空间略微有些扭曲，在那扭曲空间处有着一名身着丹塔衣式袍服的老者，老者手持拐杖，脸庞上的皮肤如同橘皮一般，在其胸口处有着一枚丹塔的徽章，其上的塔徽是一种颇为璀璨的紫金颜色。丹塔8大长老之一。见到这特殊的徽章，广场中一些人也是低低的惊呼出来，旋即皆是连忙噤声。拐杖老者也并未理会广场上的种种声音，犹如老僧入定般，也不说话。直到某一刻，他眼皮轻抖，方才徐徐地睁开双眼，目光随意一扫，然后淡淡的道：时间到了，将你们的药丹以及任务药材交给老夫，然后便从此处离开，参加最后的丹会比试。话音一落，其拐杖突然轻轻在那片扭曲的空间一划，一道漆黑的空间裂缝便是徐徐出现。听得拐杖老者此话，广场上也是有些骚动起来，不少人的脸色都是变得颓废了下来，显然他们并没有完成此次的任务。老者话落后不久，便是有着一名面色冷漠的中年男子率先寻出，然后将药丹以及药材尽数交给老者。后者检查一番后，方才微微点头，而那男子则是直接一脚踏入空间裂缝，然后迅速消失不见。有了这第一人领头，后面的人也是开始陆陆续续上前，将东西尽数上缴，然后被顺利进入空间裂缝。当然，这之间也有一些未曾完成任务，随意的拿了一些药材，想要鱼目混珠的参赛者。不过他们的东西在刚刚拿出时，便是直接被老者一记拐杖拍出老远，然后灰头土脸的爬起来，满脸赤红。望着曹颖等人也是开始进入裂缝，萧炎偏过头对着紫妍道：那我也先动身了，等出去后再会合。见状，萧炎一笑，然后整了整衣袍，在周围一道道艳羡的目光中快步走向老者，从那戒中取出药丹与药材递了出去。后者接过检查了片刻，目光随意地瞥了他一眼，微微点了点头。进去吧。萧炎对着老者恭敬地抱了抱拳，然后目光转向面前的那道漆黑空间裂缝，心中轻吸一口气，距离3000焰炎火终于又近了一步。